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钟浩和。台美的关税谈判这几周不断有非常多的数字出来，而且都是外媒放出来，有人说2000，有人说3000，有人说4000。但你看到今天《金融时报》的报道，它直接点出台湾要投资美国金额就是4000亿。里面报道里面最有趣的是什么？他还专访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国科会的主委，叫做吴成文。他在里面特别讲到了一句话，他说台湾会坚持保留最尖端的研发技术，不会任由国内产业被掏空。好，这句话为什么重要？因为他在讲的就是最近大家讨论度最多的台积电老臣罗维仁的2奈米的泄密案件。今天甚至连 Intel 的执行长陈立武，他出席活动的时候，竟然也被问到，他怎么说？他说这只是谣言跟猜测，毫无根据。我们尊重智慧财产权，这代表什么？我们都知道，台积电在告侵权非常非常凶悍，他告到人家倾家荡产，甚至连股权都交出来。所以陈立武他要说的是，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甚至就算我得到了，我也不会用，你千万不要过来告我。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台美不单单只是一个关税的谈判，在2奈米的泄密案更是交手的重点。这究竟是一场单纯的泄密案，还是台积电埋下的伏笔，要把美国的晶片握在手中呢？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资深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世聪，我们今天看到一件事情，这几周外媒一直在放话，对，有时候2000亿。2500亿、3000亿的，今天最新《金融时报》今天说了，就是投资4000亿，其中1650亿是台积电之前投资亚利桑那州的钱。但今天这个所谓经济部长他又说没有，这是一个讯号吧？这现在代表台美真的已经到了最后的谈判的阶段了。对，没错，美国跟台湾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来说，的确进入了深水区，尤其是到底是多少亿来说，变成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重点。好，不过我跟他讲，讨论的重点里面来说哈，台湾跟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关税，它其实是跟半导体绑在一起的，所以台美之间国跟国要谈的是半导体，但是现在呢，公司跟公司之间谈的也是半导体的技术，为什么？这主要就是发生在台积电跟 Intel 之间的关于罗维仁的泄密案件。好，这所以我在说台美之间不用讲，大家重视的就是半导体。对，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台美之间目前为止来说，根据这个 Financial Times 的最新的报道，他说是4000亿，就是4000亿。然后之前呢，我们台积电投资的1650亿已经含在这里面，所以这个4000亿，其他2300多亿呢，可能是由其他人来支出。好，那台湾呢，我们要支持美国建立类似台湾的科学园区这样一个状况。好，那但是法庭宣他还问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们的行政院的这个政委兼国科会的主委，他是主管高科技的嘛。他说什么？我们台湾会保留最尖端的研发技术，不会任由国内产业被掏空。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国内所谓 N+1的这个政策不会放松，就是台湾一定最先进，第二先进的才能到海外去。我们原本的这个232条不是要惩罚半导体关税吗？但问题是，川普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寄出来。然后我们的这个吴政委就说，可能不会对我们惩罚。所以意思是什么？我们可能可以用半导体的，我们协助你成立台湾科学园区这样的方式呢，换取半导体的这个豁免。所以台美之间的这个谈判大概是这样，已经大势已定的一个状况。不过呢，我就讲牵扯到这个，如果台美之间有协议的时候，这时候罗维仁的这个罗维仁的角色就非常的重要。陈立武刚好出席这个会议的时候，就有记者问他堵麦说：“那个罗维仁的事件你怎么看啊？”然后他就说：“这个只是谣言跟猜测啦，毫无根据啦。”然后他说：“我们尊重智慧财产权。”我跟你讲，这一句非常重要。我们尊重智慧财产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就算罗维仁真的把技术拿来的话，我嘛没用啦，我不敢用，对，出事。对，所以你就到事实上，那我们就讲，那罗维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很多台湾人现在才知道说，那到底他是在演哪一出戏啊？世聪，我跟你说，罗维仁这件事情，我们一直刚讲剪掉这个地方，超级封口令，什么话都没有讲。对，台积电声明有没有出来？也没有。对，大家有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结果消息超级多。对，没错，这个罗维仁事件的诡异就诡异在这个地方。第一个，照我们一般的台积电呢会发声明稿，它到现在为止
一句话都没有说。对。然后你问台积电任何的高层，他都完全下封口令，几乎是不讲这件事情。那就问这个检调，他说你们办的怎么样啊？检调也没有讲，他也没有透。过去有检调有时候都有一些口风露出来，这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口风。上次在办东京威力科创的时候，对，他可是跟大家讲他办到哪里去，对，这一次超级封口对，好，那甚至有人就说，访问到这个台积电内部的高层就说，其实罗维冷呢真的是惹怒了台积电的人。好，这为什么呢？你看这是报道。然后罗维冷引起台积人的公愤，他被要求的简报的部署感觉被骗。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其实已经有人知道说，这个所谓罗维冷呢，似乎是想要在离任之后呢，退休之后要去 Intel。对。然后就有人跟他说你卖那走啦。然后就说那时候他要7月退休的时候，当时就有人说他要去 Intel。那消息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个状况嘛。然后就劝说罗维冷你卖起啦哈。然后于是呢，台积电似乎是当时就已经盯上罗维冷，因为台积电高层一定也知道说你有想去 Intel 的这个打算嘛，然后就盯住你的时候，听说就已经开始在先这个有取得他获取台积电资料的一些过程。好，那原本一开始是这样子，因为苦劝无效，然后内部不满之后，然后于是呢，当时因为他要退休离职，他就说用什么高阶主管的职权指派部属帮他引进大量的先进的资料嘛，然后还要求这个部下要他进行简报。对，但是里面来说话，他说什么？他说还有什么？在找研发这很正常，因为它本身就是研发生产，这也可以理解。真的还有财务嘞，财务这就有点怪了。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以罗维冷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做的东西，他就要么就是管生产、管量产，跟管这个所谓的新科技，或是管设备，跟财务完全没关系。你要财务要干什么？他要干嘛？我就讲，他不会要去让他算成本或算什么吧？财务来说，唯一知道有可能会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产品的报价。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苹果的报价是多少，对，那三星的报价是这个所谓这个 AMD 的报价是多少，或是辉达报价是多少，我就可以看到那些重要的数据，那个其实是机密中的机密。所以他拿这个去，这就有点奇怪哦哈。所以这时候又有第二种说法，就说，这是计中计，谋中谋啊。真的假的？好，为什么是计中计，谋中谋？就是这样子嘛。你看，我们讲 Intel 目前为止来说话，赵尔他有谁当股东？川普川普目前为止是最大股东10%哦。另外，还有黄仁勋黄仁勋入股50亿，他是这个第4大股东。对，还有谁？还有孙正义所以我才说，如果假设台积电跟 Intel 之间爆发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那是不是或者是说会不会是双方有一个合意？因为黄仁勋跟台积电关系好不好？当然好。那川普跟台积电关系好不好？也不错，可以直接通上话。对，孙正义也是台积电的一个高官。好，然后最近他们投资 Intel 之后没多久之后呢，就爆发罗维冷跑到 Intel 这些事情。所以你们觉得，这个所以为什么会有人有第二种想法，就说，他是不是去那边当成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先遣部队？就有人会这样说，那是这样子的哈。对。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什么可能性呢？因为现在呢，我跟他讲。台积电目前为止来说哈，它今年的业绩真的好到爆，它第3季跟第4季的这个业绩来说还持续成长。可是你要想说，它成长幅度没有很大，不像你看这个辉达一口气从550亿就跳到620亿，成长那么大，那台积电为什么只有成长7-8%的这样一个数字？这个 QOQ 成长都不到5%以上，那为什么这样造？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台积电现在是爆单。你说它的产能已经开到已经顶了，我跟你讲，产能利用率已经110、120了啦，还超过。对，它也就是说它是紧绷在运作，紧绷在运作的时候呢，它现在台积电要快速扩充产能的话，有没有可能？实际上不可能。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就说了，因为现在呢，它反正我的产能那么大，但是问题是客户要，你看黄仁勋不是来跟台积电要产能吗？对。可以要产能的话，台积电跟你说我抖啊，就我产能。所以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事实上台积电是美国希望说你把这个所谓 Intel 的良率把它拉升起来嘛 ，Intel 或许可以变成是你的第2供应链或第3供应链嘛。好，美国这样要求的时候，它当然有2个选择性嘛，一个是 Intel， 另外是三星。那你觉得台积电会帮哪一个？当然是帮 Intel 啊。对啊，所以为什么台积电到目前为止没有告罗维冷，就是因为它有另外一个不能够说的秘密嘛。对，所以这样一路看下来，尽管罗维冷去了这个地方，但是这技术刚刚我们讲，
台积电早就已经把罗威人紧紧的盯着。是，如果你最后真的去帮 Intel 的话，对，你绝对不能超越我。你当然超越我，我就要出手。是出手，你 Intel 就倒了。对倒了之后，川普倒了，黄仁勋也倒，对孙正义也跟着一起倒。对，所以我才说嘛，现在如果真的假设陈立武这样说的话，罗威人基本上泄密给 Intel 这件事来说，基本上就不太可能了，因为他给他技术的话，Intel 不会用嘛。我们尊重智慧财产权，温注重这哈，然后他可能去的就是帮他们在调整这个所谓把它的产能利用率拉升起来一个状况。再来就是说，我们讲台积电，我就讲谁敢得罪台积电？最近起的话，大家都很害怕。你看，第一个。我们这几天的时候，大家都说嘛，台积电之前的这个东京威力科创这些人来说的话，就还是被继续积压进谏的一个状况嘛。好，那我们讲，因为东京威力科创涉嫌啊，疑似要偷台积电的机密。你知道台积电日前不是有在我们的国家音乐厅邀请柏林爱乐来这个演出吗？对不对？然后那时候不是很多人挤在这个外面那边看，对不对？看转播。然后这个台积电每一年都会把这个重要的这个客户把它邀请来，比如说包括什么科林、科雷啦，然后 ASML 等等一大堆的这个，就没想到今年有一个名单没去，叫东京威力科创。东京威力科创，你买赶快来，为什么？因为我跟你这个官司还没结束啊，你要赔我多少钱还没讲好，所以你不要来了。对，那大家就哇，你看。就把它化为一个打叉叉的名单，所以你惹到台积电你就惨了。还有另外一个，这个 Rapidus， 因为之前不是有传言，就是东京威力科创把技术偷给 Rapidus 是之前是日本的国家队嘛，哈，就没想到日本的国家队的 Rapidus 的这个小池就说什么？哎呀，我们不是要跟台积电竞争啦，台积电是一家伟大的公司啊，他们拥有的 know how， 而我们什么都还没有啦。你看，就说没啦，我们不会超越台积电，我们也没有跟台积电竞争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也没有要接什么辉达、苹果订单都没有啦，完全不要。对，因为我不敢再跟台积电做竞争了。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上你惹了台积电，台积电就是这个千里追杀嘛，哈。好，另外一个我就讲，目前为止来说的话，这个台积电到底对美国有多重要？我们就讲昨天的这个辉达股价不是下跌，辉达股价下跌之后，哇，全世界股市大跌，连带今天台湾的股市也跌了，盘中跌了1000点，跌了900多点。那辉达就是跟台积电绑在一起嘛，所以台湾的发展跟美国发展是完全绑在一起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你看美国最近在查什么？他们又起诉一个就是说，我辉达的晶片这几年你中国一直不断的在偷，他起诉了4个人哦，就包括说像何鸿燊啊，然后包括李湛啊，陈景啊，还有包括说像布莱恩啊、克蒂斯、雷蒙德几个人，他说除了中国籍之外，连美国籍都在帮忙运。对嘛？你看美国现在是怎样？我们台湾是追杀偷台积电的，美国是追杀偷辉达的，其实上是一模一样的规格。他说，你看你偷什么？这个辉达的 A100 啦、H100、H200 GPU， 还有10几架的这个 HPQ 的这个超级电脑从美国走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把它讲出来，你看里面来说都有这4个人的名字，对，然后案由在这个地方，什么 A100 的这个 GPU 啦、A100 的 GPU 啦、H100 的 GPU， 一大堆都把它写得非常清楚，对，然后又说你们的几年的时候涉嫌多少，都把你拦清楚了，然后又说连金流都查出来了，你们4个人呢从中国来汇入了超过380万美金，折合新台币大概1.2亿，然后用这个来汇款，然后汇款来说的话，这个你要获得美国的许可证，但是却故意伪造最终目的的这个资料，制作假合约，并向当局申报，企图逃避管制。也就是如果你要到中国去的时候，你要申报，但他们都说我们不是要去中国，用这样造假，就没想到被美国查出来，他就把这4个人起诉了。这个人起诉来说，目前为止可能也面临到重罪啊。对，所以我就讲，你看我们台湾对台积电的这个所有案子，我们也是要求要办到最重。那美国现在对辉达的案子也是要求办到最重，所以这里面就有个猫腻就出现了。为什么罗威人到现在为止来说还没有起诉，台积电还没有告他？所以我才说超怪的。对，所以他说你这样看了一轮来说话，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或许在接下来会陆陆续续揭秘的故事也不一定。国正，现在罗威人的2奈米的泄密案真的是越滚越大。我们刚刚特别讲，减掉这次基本上没有什么说话，台积电也没什么说话，反而是台积电的基层都说话，不管在各种板上，各种通过媒体的方式，为什么他们气炸了？我今天来到台积电，我以台积人为荣。你在这么高官，你待了这么久，你是我敬仰的前辈，就你竟然干这样的事情。所以台积电现在员工的爆料，可能会让整个 Intel 想要超越台积电，变成完全不可能，会陷入台积电的法律陷阱当中，甚至成为我们国安法惩罚的对象哦。为什么现在台积电爆料是一个比一个精彩？他先是让大家知道，罗威人真是位极人臣，台积电真的对他是礼遇相待到一个极点。因为台积电说，一般我们的副总资深副总退休年纪是57岁，67岁。
一律强迫退休。可是你知道台积电多礼遇他吗？他让他一直在多延了8年，直到75岁才退休。没有一个副总退休的年纪比他还久，也就是说大家都是67岁就退休了，唯独他多待了8年，然后多待8年有多礼遇吗？现在把台积电还把他们的薪资表摊在阳光上给大家看，大家就会看到说，按照他的年报，你可以看到罗威人的薪水是多少。那当然，我们有看到一堆台积电的副总嘛，他的年薪资是1亿4000多万，一年哦，一年是1亿4000多万，所以他多待1年，他可以多赚1亿4500万。那你再乘以8的话，不只是8亿，是10亿左右。那还不包括台积电配给他的股票，所以又把它翻出来，对他很好对他，所以为什么叫位极人臣？就是台积电除了他高高盖上的皇帝之外，我们刚刚知道那个张大帅先生嘛，没有人多待到75岁的，其他连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英之前退休也没多待8年哦，所以你看差别有多大。再加上他又被翻出来，他退休的时候，持有台积电股票1348张，20亿啊，加上他领的薪水，我们只算这多延了8年了，还没有把它前面算哦，所以他身价几十亿台币都有，非常有钱嘛，所以对于台积电员工非常不开心。你到底在想什么嘛？所以很有趣的现象是台积电退休的副总，你看这个是2019年退休的副总，叫蔡仁贤，我们一般叫他 NS 蔡，因为我们以前就帮他出过书，骑着脚踏车横越戈壁大沙漠，从整个亚洲骑到欧洲去，人生过得很精彩，就是退休的副总过得很精彩。现在他突然出来讲话，你看他话很有意思哦。你想要把自己变成人才之前，你要先认识自己的优点缺点在哪里，然后你才知道能够我是谁，我从那来我能够去哪里嘛。他在暗讽有些事情，你把它读懂之后，所以我对一个人很崇拜，那 NS 蔡讲的啦。我对张忠谋很崇拜，他在这个社红里面讲说，他的历史有多好嘛，他文学有多好，所以我被他奴役了14年，至今仍甘拜下风。你把这篇文章读懂之后说，没有人可以超越张忠谋嘛，不要以为你75岁了，可以像当年张忠谋78岁还能重整台积电，不要以为你能够，这把年纪了还能够重返光荣，没有人是张忠谋。我们今天看到从基层炸锅之外，现在连退休的这种副总级的，他也用这种很难得出来讲话，讲话之后他好像在劝谁哦，在劝世哦，要收手喽。你很少看过台积电的副总跑出来讲这样的话嘛，然后讲出来说，意思就是说，没有人能够超越张忠谋啦，张忠谋只有一人啦，所以他把我奴役很惨，但是我依然甘愿被他奴役，而且甘拜下风。张忠谋只有一个，没有人在他那个年纪可以创业，还可以做得更好。可是台积电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台积电内部员工又爆料，出来谈我所认识的罗威人嘛，所以罗威人经常把一件事情挂在嘴边，是我非常怀念他的英特尔的前长官 Andy Grove 的那时候领军英特尔最辉煌的黄金10年。他那黄金10年就待在那里，他一生所学也就是葛洛夫所造就他的，所以他很怀念这件事情。那也常常在讲一件事情，是让大家会思考说，为什么他之前会做这一些事情？是他跟台积电很多副总一样，都来自英特尔，一生所学是英特尔所给的。那将英特尔所学贡献给台湾，给英特尔。那当年我们也这样做，那如今我回来想要回美国，初恋总是最美的，这些想法其实台积电都知道，所以台积电也保护他，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内部炸锅的时候会对这个人这么不满？台积电就拿出来讲啊，其实他早在1年前就被调离核心单位，那这是一个好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竞业条款就比较不会告到他，因为他不会接触到核心的机密，那这对台积电也是好事，他也不会伤害到台积电嘛，那双方就可以分手快乐，跟梁静茹一样，所以他很勇气。所以他台积电早就知道罗威人是要退休了，他知道你要退休，他也知道你可能要去哪里了。对，所以我提早先把你调走。我提早可能在1年前，我早就监控你了。对，很早就开始安排这件事情了。这在高阶主管或大企业里面，其实都会这样做，避免双方分手的时候会计较说你到底有没有带走核心机密嘛，早就把它代理了。偏偏罗威人做了一件事情，现在台积电出来爆料，这才是致命的料。为什么有人说，罗威人其实是美国人啊，我们管得到吗？他也是回到英特尔去，我们能追得到吗？美国籍美国人，我们能追得到吗？其实这是错了。你看哦，台积电员工今天最新的爆料是，他带走20箱。然后资料是2奈米 A16，就是1.4奈米、1.6、1.4奈米，以及最新进的制程，然后包括生产技术研发跟财务，他都逾越他的权限哦。你知道这代表什么？他在暗示一件事情：
你已经触及国安法了，踩到国安法的红线了。再来，我那时候在问调查局的时候，有一个公司其实是很敏感哦，知悉这件事情。对，那挪威人有的东西知悉是没有的。什么叫知悉？就是你脑袋里面有14奈米以内的，你是违法的。可是因为他之前就被调离了，所以他可能知悉没有，偏偏他未经授权去复制这些东西。未经授权，因为你又没有权限。今天国家安全法里面的第2条说，未经授权或逾越授权范围而重置。结果我们知道最新的爆料，20箱的2奈米 A16、A14 的资料，20箱资料你重置了。对，你重置代手，你原本你不知道嘛，你可以主张说我早就离开核心了，我没有。那这个是不是什么罪哦？龚明鑫经济部长龚明鑫的在立法院的答复其实是很精准的哦。这其实已经不是营业秘密，这不是告诉乃论了，这已经涉及到国家核心技术了，14奈米以内国家核心技术，所以爆出来国家一定要办，所以检调单位就会主动调查，这是公诉罪。所以我们大家说，台积电为什么没有告？台积电为什么没有告他？不用台积电告，谁会告？因为触及国安法，这个已经是证据了。自由时报到处都登，每个报纸有单。有一个法庭就一定得要做，有一个检察署叫做台湾高等检察署，专门管智慧财产跟商业的高检署，我们简称它怎么呢？高智商，因为有一群专门在办这种营业秘密很厉害的人，台湾的商业精英或制裁权的精英在里面，所以都称他们高智商。所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就是这一群高智商，我们常说这有几个小毛贼，他们在星巴克偷拍了2奈米，对，你知道有多重吗？说这一群东京威力科创的这3个人，速度真的有够快嘛？大概是今年夏天6月的事情嘛，没想到一下子球形就出来，14、9年、7年。非常的重，而且还被严压，至今还被收押在里面嘛。那挪威人现在犯的是台积电最先进的2奈米 A16、A14，都比这个人还多，还20箱资料。然后英特尔很想这个，如果国安法判刑确定，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不止挪威人可能会被台湾通缉嘛，虽然他是美国人，美国籍，他也不可能回台湾。但是接下来就是英特尔大麻烦了，英特尔会陷入一个很严重的法律陷阱。我们常常问，英特尔会不会有事？英特尔如果现在他说不会有制裁权嘛，我告诉你，台积电当初是怎么抓中芯的？他很厉害哦，他一边在模拟告中芯的时候，一边收集中芯的半导体的产品，然后开始分析什么？我台积电的每个产品设计都会特别设计一些，埋在里面只有台积电人看得懂的专利跟设计的方法。结果那时候抓中芯怎样？你的0.18微米，0.18微米那时候还最先进的晶片哦。90%跟台积电一样，而且还 copy 了台积电的资料，所以他会把它完全都拆开。你只要有个东西，我台积电都有做一个 mark， 你跟我的 mark 一模一样。那个 mark 是一种设计，就完蛋了。电路设计的方式，或者是特别留音镜，然后台积电还去把它锁住。对。那如果今天当然陈立武说我不会用嘛，尊重智慧财产权嘛可是如果真的他带去，你又用了。台积电是有方法，那台积有多惨？我告诉你，当初中芯告诉之后，赔给台积电2亿美金，还把8%的股权要给无偿给台积电哦。所以有可能，如果今天你真的用了，挪威人真的偷了，那可能英特尔到时候10%股权给台积电，赔个几亿美金给台积电，所以这件事情可能会动摇是2大半导体公司之间的竞争。廷尉，今天我们一直在讲一件事情，这几周不断有外媒一直丢，就台美的关税已经谈好，总共要投资多少钱？今天最新4000亿，而且这为什么我说是最终谈判阶段？他今天连这个国科会的主委吴承文都已经接受他的专访，这代表说好像已经板上钉钉的事情。就你喊4000亿，这金额很高，大家已经很 shock。结果你今天还搞这个2奈米的事件，如果真的是你美国人弄的，我们不能忍不能饶恕的。这个事情其实不意外哈，因为以往来讲的话，当然不意外。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的霸权之所以能够成霸权，它一定有合法手段跟非法手段。对，那合法手段通常就是在台面上跟你谈判嘛，跟你贸易谈判，或是跟你什么样的谈判来获取你的东西嘛。但是事实上来讲，他私底下可能又利用一种管道来跟你偷窃东西，或是给你攫取东西，让你的东西变成是我的。假设如果你的东西变成是我的话，那你在谈判桌上你就没有办法来跟我竞争了，不是吗？所以其实这个算盘真的算得非常准哦。那这时候呢，你看到为什么是我们的高检署出手？
为什么是我们检调系统在出手？就代表说政府的势力介入到这件事情来嘛。那政府势力介入到这件事情来的话，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是商业行为的概念，也不是所谓的传统的这个营业秘密的概念而已，而是涉及到国家安全跟国家机密的概念了嘛。那这时候你看到政府出手，一会好像调一下又调一下，什么意思呢？也不敢跟美国直接撕破脸。那今天来讲，陈立武讲的这个话，我觉得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真的假的？你在那个现场，现场那个讲就台积电的现任董事长跟前任董事长，不是吗？对。然后你在那个现场当中说啊，我们尊重制裁权啊，我们怎么之类的，那你这个话去跟川普讲啊，对不对？你跟川普讲啊，你当时川普前2天还在讲台湾这个什么偷了这个什么，他用偷这个字眼，不是说拿到这个字眼，就是说这个晶片的这个技术嘛。但事实上是这样，不是他们研发出来，我们去偷它的，不是，是我们自己去研发出来的。对，所以这件事情来讲的话，美国它事实上想要干嘛？我们台语讲一句话，就五加够量。什么叫五加够量？我在台面上我要吃你的谈判贸易谈判，因为你看《金融时报》下个标题是什么东西？对，就是这个所谓的晶片部门来讲的话这个原则上来讲，你看到这标题，他说台湾的部长说，美国将不会这个所谓的惩罚在关税上面的在晶片的这个部分，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晶片的部分来讲的话，已经跳脱了这个美国关税制裁的这个层面了。什么意思呢？因为它需要台湾。所以这个显然一个典型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在警告，在跟对方来讲的话，就是说我知道你在干这个坏事，对。然后呢，我今天来讲的话，你不要以为你干这个坏事之后，你可以在谈判桌上拿到什么东西，因为我已经知道你在干这个坏事，所以现在我呢，先把事情讲清楚，讲出来之后，那大家来讲的话，先各退一步，留个情面。放在谈判桌上来讲的话，你现在美国最好是答应我现在贸易谈判的条件。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大到说可以跟川普来谈这个条件。对。但是川普，你基本上你们想要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不好意思，我先把它丢到媒体来，我先让全世界知道，全都知道了，你连美国都来偷，那这时候你颜面在哪里？泱泱大国来偷台湾的小小一个地方的晶片技术，对，那这种传出去还可以听吗？但是如果大家更都有个情面来讲的话，到现在谈判桌上，你就不要给我再施加压力了。对，4000亿就是4000亿，4000亿降啦，不要再往下降。对，能不能再往下降，或者是关税其他的再往下降就好，你不要再给我叠加上去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运用另外一种谈判，就是说晶片谈判的一个筹码。那现在为什么把这个罗信的这个案子对外公布，就是在做谈判。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大家会把美国贸易谈判跟这一次案件挂在一起的原因就在这里。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